各位朋友，有粉丝呢给我发来了一篇爆料，说浩哥说说这事儿吧。就是中国原来有一个著名的体育记者作家李承鹏啊，外号大眼儿的。李承鹏呢，以前我说过2集，说这家伙呢是个典型的古墓派的公知，现在呢好像是流亡在泰国吧啊。前一阵的时候，王志安还采访了他，他呢伙同王歪嘴他们还这个骗了很多中国人在泰国清迈买房啊，最后呢那破房子连个房产证都没有，是吧？李承鹏，现在呢我估计这家伙现在是没有营生了，因为他除了会写字儿之外什么都不会，手无缚鸡之力啊，然后呢那个嘴也笨，除了笔杆子利索嘴也笨，他也不能像那些在这个油管上那些舔那个独轮运屁眼的那些人做个反华频道，他这嘴笨他说不出来啊，所以呢现在是没有营生，穷困潦倒吧，我预计是这个精神状况堪忧。他刚刚在那个反动的那些这个民运的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呢？叫我不是婆罗门。我看完了以后把我给乐够呛，说这家伙现在已经是精神状况堪忧了啊，这已经号召中国的民众要起义造反。大家都知道婆罗门啊，这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啊，婆罗门他意思他不是婆罗门，就是他不是贵族呗啊，号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要想当贵族你得造反呐啊，好吧，我们先看看欣赏这篇奇文啊。这个他是这么说的：那一世我叫陈胜，我还记得公元前209年那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我看看天像漏了一样，灰扑扑的雨柱倾泻而下，前途模糊。我看着地，每走一步烂泥里都像是伸出无数双手抓住脚踝，人们哭喊死了要死了，有戍卒跌下了山崖啊，就是押解他们的那个狱卒啊。我们这900名戍卒啊是无法按期赶到咸阳了啊，即使走过这个泥泞的山路，最终也会走向铡刀按大秦律，失其者斩。不是，等会儿吧啊，就这点我就看出来了，这个李承鹏啊，他纯属是个文盲级别的作家。那位说作家也是文盲吗？你比如说写反论公那些文章的，你能说他不是文盲吗？李承鹏也一样啊。这个真正的大秦律实际上没有那么严苛，所谓的失其法皆斩啊，这个理由呢，看起来他们造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是吧？无懈可击，毕竟呢人命都没了，对吧？那个造反得了。实际上呢，是自从1975年以来，从湖北省云梦县的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1100多枚竹简，包括秦律18种等等。根据这些法律，秦朝的律法没有到持刀即斩首的地步啊。在秦律18种律谣中发现了如下的记载。简单来说，服徭役迟到个3天5天的口头批评一下就行了，也就是说迟到6天或者10天罚一个盾牌的钱，就那盾牌迟到10天以上罚一个甲胄的钱啊，盔甲的钱。至于前面的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干脆没来的罚2甲，也就是2个甲胄的钱，那就是罚的倾家荡产了。因为在古代甲胄是最贵的，你藏甲胄是死罪，你藏兵器没有罪，因为甲胄那个就是中等人家的家产，你都做不了一副甲胄，就是这意思吧。重罚并没有说全砍头的意思，所以李承鹏是个文盲啊。李承鹏写到，他带入到陈胜的那个角色中去了。我看着连绵大雨，却想起那个骄阳似火的正午，我们被晒得头晕脑胀，皮肤皲裂。我说
苟富贵，勿相忘。小伙伴们嘲笑我们是庸耕，1寸土地都不拥有，还谈什么富贵？你小子是被晒晕了头了吧？我看着这些没理想的家伙，忽然蹦出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那一世我还不知道婆罗门这个说法，只知道在大秦我们是贱民，大秦10户为邻，5邻为里，中间设有驴门。不是马虎啊，是一个门，里边有个姓吕的吕。门左住着地位卑微受压迫的平民，所谓的发驴左啊，戍边渔阳，就是让贱民上战场当人肉盾牌。那天晚上，我们围着篝火，烤着湿透的衣服，烤着从集市里买来的鱼。有人发出惊呼，抛开鱼肚，豁然有根锦条，写着模糊的字儿。此时，密林里传出一阵狐狸的叫声，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4位人语，大家听清，正是布条上的字样：大楚兴，陈胜王。军官骂妖言惑众，挥鞭就打。吴广一刀斩下他的头颅，从策划文案把布条塞进鱼腹，让人藏在密林里边学狐叫。我只花了几个时辰，机不可失。我举着明晃晃的刀跳上了一块大石，喊出了那句传响了2000年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误骑是死，起义也是死，跟着我，兴许真能博取一生的富贵。那些贱民不，我的阶级兄弟们举起各种明晃晃的武器，跟着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攻下了陈县，天下响应。史书说，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农民起义，试图突破阶层壁垒，但内部纷争，各自为战。有一天，吴广被杀，我正震惊，忽觉得背心一凉，转头看，庄稼拔出短剑，说：哥，我想明白了，要想阶层跨越，并不是只有造反，还有一条路，背叛。阶级兄弟是靠不住的，他砍下我的头颅献给秦军，我那颗头颅睁着眼冷冷地盯着世间，秦失其路，天下共逐之。最后是项羽刘邦争霸，一个是贵族，一个是基层官员，而我们这些纯种贱民失败了。我不服，我还有下一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是，他这意思是他的那些民运的反贼同道把他又给出卖了，谁又骗了他了？好吧，说第二世我叫王旷，我父母未知，生平不详，自我出生就饥肠辘辘，这个形如土狗，我放眼乱世，等待时机，终于在一次大饥荒中揭竿而起，人们跟随我效聚鹿林山，也就是绿林军，我是首领。东方也有一支起义军，首领樊崇为了分清敌我，就让将士染红眉毛，叫赤眉军。但是我知道他其实是也彰显平民与贵族形象不同，幼稚，贱民孤军作战岂能成事儿？我汲取上一世的教训，不能只靠阶级兄弟，还得有靠山。所以我和王凤拥立皇族刘玄为更始帝，恢复国号汉。刘秀的哥哥试图反对，被我果断杀死。刘秀并不敢反，我运气甚好，不到7年间就率大军攻入长安。那天远远的看见王莽站在未央宫高高的箭台上，做法换风水，我一个眼神，校尉冲上去就砍下了这颗愚蠢的头颅。人们把头颅当球踢来踢去，王家9人封侯，5人做到大司马，风光无限。我要推翻他们，王莽新政就是祸害百姓，我要杀了他。那是我人声鼎沸的时刻，刘玄封我为比阳王，我终于突破阶层固化，我赢了。我很快发现不对，刘玄开始重用旧时贵族，排挤绿林赤眉军，甚至找个借口就杀掉了农民军的攻城。在安邑，刘秀的大将军宗广骑在马上对我笑了笑，一刀就砍下了我的头颅，我的头在地上滚了滚。那一刻我明白，宗室刘秀为了哥哥向我报仇。李承鹏把中国古代的那些造反派都给把棺材掘出来翻了一遍。李承鹏最后总结道：我是陈胜，站在大石头上喊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被兄弟背刺，我是王旷，砍下了王莽的头颅，又被真正的贵族刘秀一刀砍下头颅。我是瓦岗群雄，只是把路从杨家花园赶到李家花园。我是黄巢，杀光门阀世家卑贱的头，仍被斩于狼虎谷。我是李自成，为农民均田免粮，却死在农民的锄下。我是洪秀全，挫骨扬灰。我这个贱民转世2000年，一直进不了婆罗门。我不服，我在天上飞啊飞，看到烧杀隐掠的义和团，看到火烧赵家楼的5·4青年，看到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的赤卫队，看到延安的王侍卫不满阶级的骑士，抱怨1分3色10分5等，被砍死抛尸枯井。我还看到城楼上喊了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觉得自己并没有站起来的玉罗克就写出了出身论，被枪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看到某个夏天在广场高喊反腐败反关岛的大学生身体被坦克倾压，看到拎刀冲进警局的杨家这些时候有个小伙讨薪800元不成，便烧了工厂，说了哪吒的台词，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想让你死。想多了，哪吒是官二代，你拧个螺丝不配说这些谈词。我转世已久，我终于明白了什么，不是你有勇气和梦想就能阶层突破。那扇婆罗门前树立着一道亘古千年的高墙，等级制度早已在设计之初便写进基因。有个叫费孝通的在乡土中国中说，上升的通道关闭，社会凝固如石。有个叫梁启超的说，中国古今之患常在贵贱不通。有个叫钱穆的说，中国一直是血缘化的治理，中国式的权力的秘密就是跟等级体系有深度的绑定，若想在城头上占据一个位置，就得用几代人的头颅来换，得妥协跪舔诡计多端，身心融合，所以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突破。屠龙少年要么被吃掉，要么学贱民朱重八。他之所以唯一成功，是因为他主动成为那条恶龙。如今没有革命，没有起义，战场即考场，高考即科举，青灯夜读，悬梁刺股，但文凭永远比不过血缘证书。你看官场官宦子女的比例远超寒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士族有赋税减免，官员有特供，双轨制，高干病房，子女带天价耳环，读哈佛大学。这是新的门阀制度，门阀永不凋谢，你永远成不了婆罗门。李承鹏在海外穷困潦倒之际感慨啊，哎呀，这个民众怎么不觉醒呢？这个起义就得把这些门阀士族全得杀光，不然的话，你也会变成了门阀士族的工具。最后你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是吧？这家伙这个很感慨啊。我估计这家伙的精神是出了一定的毛病，也可能是饿的吧。反共的必脑残，李承鹏自打国内的时候那就是一反贼那已经是被人家给发展了吧看见了吗？这些照片里边这当然了，这照片里边都是些反贼什么圣血呀之类的，是那个还有那个江毒什么达赖喇嘛之类的呀。人家说跟李承鹏坐一块的是谁呀？说这个跟他站一块的潘永忠是德国的一个什么民主中国阵线的秘书长。08年的时候和魏京生一起号召国际抵制奥运会，08年骚扰奥运圣火传递这个人长期致力于疆独和藏独的事业，这就是李承鹏的朋友所以李承鹏流亡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个反贼嘛。现在呢，我估计饿的精神有点不正常了吧。反贼都是脑残，也不例外这位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